苦干15年没升职主管，提交辞呈当晚，公司3000万的项目接连取消。你确定要辞职？现在，总经理陈志强盯着桌上的辞职信，声音里带着不敢置信。15年了，陈总。林海平静地说，我想是时候了。陈志强刚想开口挽留，助理慌张地冲进办公室，陈总，不好了，华润那个3000万的项目，他们说要取消合作。林海的脸色瞬间变了。这只是开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1999年7月的那个闷热午后，林海抱着厚厚一摞简历走进了位于城中村的创意无限广告公司。小伙子，你真的愿意来我们这个小破公司？陈志强看着眼前这个戴着眼镜的大学生，有些不敢相信。林海环顾四周，31厅的民房改成的办公室，客厅摆着一张破旧的会议桌，卧室里塞着几台老式电脑。陈总，我看中的不是现在，是未来。林海认真地说，我相信我们能把这家公司做大。陈志强哈哈大笑，好，就冲你这句话，咱们一起干。那时的陈志强还是个30出头的热血青年，刚从国企辞职下海创业。公司就3个人，陈志强跑业务，林海做设计，还有个叫小李的文案。孩子又熬夜了，凌晨2点，小李看到林海还在电脑前修改方案，明天要给客户看，再改改。林海揉了揉酸涩的眼睛，这个项目对我们太重要了。泡面还是咖啡？小李问。都来点吧，今晚不睡了。3人就这样日夜奋战，吃着泡面，喝着速溶咖啡，讨论着每一个创意细节。公司第1个月营业额只有3000元，但每个人都干劲十足。小林，等公司做大了，你就是我的左膀右臂。陈志强经常这样对林海说，到时候副总经理的位置就是你的。林海听了总是笑着点头，陈总，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公司做稳。2003年，公司终于搬进了写字楼，员工从3个人发展到30个人，林海也从普通设计师升任设计总监。林总监，清泉饮料那个方案怎么样了？陈志强走进设计部问道。快好了，我觉得年轻就要有活力这个主题很符合他们的品牌定位。林海指着电脑屏幕上的设计稿，你看，我们用了跳跃的人物剪影，配上明亮的色彩。不错不错，陈志强连连点头，就按这个思路做。方案提交后，清泉饮料的市场总监当场拍板，就是这个创意太棒了。200万的大单到手，公司上下一片欢腾。海哥威武，设计部的小张高声喊道。海哥，教教我怎么做出这么好的创意。新来的小王凑过来请教。林海总是毫无保留地指导后辈，创意要贴近生活，要能打动人心。你们看，那段时间林海在公司的地位如日中天，同事们有问题都找他，客户也对他赞不绝口。2005年，林海和银行职员王雅结婚了。2人是在公司年会上认识的，王雅被林海的才华和踏实深深吸引。老公，你们公司的发展前景真不错。新婚的王雅看着林海，眼中满是崇拜。陈总那么器重你，说不定过几年你就是副总了。会有那一天的，林海自信地说，我们一起努力这么多年，陈总不会忘记我的贡献。然而2008年的一个消息如晴天霹雳般击中了林海。各位同事，我要宣布一个重要决定。陈志强在全员大会上说，公司决定设立创意总监职位，统管设计和文案2个部门。台下一片窃窃私语，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林海。林海一定是创意总监了，除了他还能是谁？海哥终于要升职了，林海也这样认为。他已经在心里规划好了上任后的部门整合方案，甚至买了几本管理学的书籍在家研读。老公，我给你买了套新西装。王雅兴奋地说，以后我老公就是总监了。别着急，还没正式宣布呢。林海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已经开始畅想未来。1周后，陈志强再次召开全员大会。经过慎重考虑，公司决定从外部引进一位有海外背景的创意总监。陈志强的话如一盆冷水，让我们欢迎张世华先生加入我们公司。
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穿着笔挺西装的中年男人走上台前。大家好，我是张世华，曾在奥美、麦肯等4位公司工作过。张世华用带着港台腔的普通话介绍自己。台下一片寂静，同事们都偷偷看向林海。林海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怎么会这样？设计部的小张小声嘀咕：“海哥这么多年的贡献。”嘘，别说了，旁边的同事连忙制止。那天晚上，林海一个人在办公室坐到了天亮。他点了一支又一支的烟，烟灰缸很快就堆满了烟头。王雅打电话问他怎么还不回家，林海只是说公司有事。老公，是不是升职的事情？王雅小心翼翼地问。没事，我再待会儿就回家。林海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第二天上班，林海什么都没说，照常工作。但是谁都能看出他的失落。张世华上任后带来了很多国际化的理念。我们要做 breakthrough 的创意，要有 international 的视野。张世华在创意会议上说话总是中英文夹杂。张总，您说的 breakthrough 具体是什么意思？设计部的小王问道。就是要打破 conventional thinking， 用 global 的眼光看问题。张世华继续用他的混合语言解释。台下的同事们面面相觑，都听得云里雾里。林海只能在旁边翻译。张总的意思是要突破传统思维，用全球化的眼光。但是张世华的很多想法都不符合本土市场。一个洗发水的广告方案，他非要用欧美模特，强调国际范儿。张总，这个品牌的目标客户是3、4线城市的消费者，用欧美模特可能不太合适。林海委婉地提出建议。林海，你的 thinking 太 local 了。张世华不屑一顾，现在是全球化时代，要有 international mindset。结果方案提交后，客户直接拒绝了。这个广告看起来像是给外国人做的，跟我们的消费者没关系。项目差点泡汤，林海连夜重新设计方案，才勉强挽回。海哥，又是你收拾残局。小张私下对林海说，这个张总除了说英文还会什么？别这么说，他毕竟有海外经验。林海总是很大度，慢慢磨合就好了。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张世华在前台做样子，林海在后台收拾烂摊子。2010年，张世华因为业绩不佳被辞退了。林海，这次你有机会了吧？王雅看到新闻后兴奋地说。应该是吧，毕竟这么多年了。林海也燃起了希望。但是1周后，陈志强宣布了新的人事安排。李明将担任我们公司的客户总监，统管创意和客户服务2个部门。陈志强介绍着站在他旁边的中年男人。李明是我的大学同学，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李明看起来很精神，西装革履，但是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对广告行业并不熟悉。大家好，很高兴加入这个团队。李明的开场白很官方，希望我们能够通力合作，把公司做得更好。会后，李明找林海单独谈话。林海，听陈总说你是公司的技术骨干。李明笑着说，以后还要多多指教。李总客气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林海表面客气，心里却五味杂陈。第二天，李明就露出了马脚。林海，6是什么意思？李明在办公室里小声问道。林海愣了一下，6是视觉识别系统 Visual Identity 的缩写。哦，那 CR 呢？企业识别系统 Corporate Identity。3呢？林海深吸了一口气，空间识别系统 Space Identity。这样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李明对广告行业的基本概念都不了解，所有的专业问题都要问林海。但是在客户面前，李明却表现得很专业。我们公司有最专业的团队和最先进的理念。李明对着客户侃侃而谈，这个项目我们一定能做得很好。客户走后，李明立刻找到林海，刚才客户提到的那个 campaign 是什么意思？2012年，李明被提拔为副总经理，公司又来了一个年轻的项目经理，27岁的小张。小张刚从上海回来，学历很高，嘴巴也很会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引入一些 new media 的概念。小张在创意会议上发言，现在是数字化时代，传统广告已经 out 了。小张说的对，
陈志强频频点头，我们确实需要年轻人的想法。林海听着这些华而不实的建议，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反驳，但又觉得自己可能真的跟不上时代了。海哥，你怎么看小张的建议？会后，同事小王问林海。他说的也有道理，确实需要与时俱进。林海勉强笑了笑。但是小张的很多想法都不切实际。他提出要做病毒式营销，结果花了几十万做的视频只有几千次播放。他说要做精准投放，结果投放效果还不如传统媒体。每次项目出问题，还是林海来收拾残局。林海，你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陈志强总是这样问。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基本功上来。林海耐心地解释着解决方案。2013年，小张被提拔为创意总监。那天晚上，林海的大学同学老王打电话给他。林海，我听说你们公司又来了个年轻的总监。老王的语气里带着不平。你在那家公司还有什么前途？林海坐在阳台上，望着远处的霓虹灯。再看看吧，毕竟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了还看什么？老王有些着急。你的能力我最清楚，出来自己干，绝对比现在强。不是那么简单的，老王。林海叹了口气。我在这里有感情，有责任。感情？责任？老王冷笑。人家给你感情了吗？给你应有的地位了吗？林海没有回答，心里却泛起了波澜。在公司里，虽然人事变动频繁，但林海成为了唯一的稳定因素。很多重要客户都是冲着他来的。华润集团的采购总监王建设是林海的老客户了。林海，这次的项目还是你负责吧。王总在电话里说，我就认你这个人，踏实靠谱。王总，您放心，我一定把项目做好。林海感激地说。2014年，华润的一个重要项目出现了问题，供应商提供的物料有质量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整个项目都会延误。其他供应商都在推脱责任，只有林海主动承担。王总，这件事我来解决。林海在电话里坚定地说，我保证按时交付。林海，这不是你的责任。王总有些感动。王总，您是我的客户，也是我的朋友。朋友有困难，我不能袖手旁观。林海连夜召集团队重新设计制作，甚至自掏腰包找了最好的印刷厂加急制作。3天3夜没合眼，林海的眼睛红得像兔子一样。海哥，你这样身体撑不住的。小王劝他休息。不能休息，时间不等人。林海继续修改着方案。最终项目按时交付，效果还超出了预期。林海，我王建设这辈子没看错人。王总在验收现场激动地说，以后华润的广告项目我只认你。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感动了，包括陈志强。林海，你辛苦了。陈志强拍着林海的肩膀说，公司有你这样的员工是我的福气。除了王总，林海还与很多客户建立了深厚的关系。某知名房地产公司的营销总监刘晓峰，每次新项目启动都会先和林海沟通。林总，这次的楼盘定位你怎么看？刘总经常这样请教林海。从地段和价位来看，我觉得应该主打改善型住房。林海总是能给出中肯的建议。连锁餐饮企业味道江南的老板陈大华更是把林海当作生意伙伴和朋友。林兄弟，今天不谈业务，就聊聊人生。陈大华经常请林海吃饭，你这个人实在，我信得过。陈老板，您太客气了。林海总是很谦虚。不是客气，是真心话。陈大华举起酒杯，这些年合作下来，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这些客户对林海的信任已经超越了对公司的信任，但林海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总是在介绍时说，我是创意无限公司的林海，把公司放在前面。其他同事开始私下议论，这些客户都是奔着海哥来的。就是如果海哥不在了，这些客户还会跟我们合作吗？海哥就是太老实了，换作是我，早就跳槽了。但林海对这些议论充耳不闻，他觉得自己是公司的一份子，客户关系也是公司的资产。2024年春节后，创意总监小张提出了离职。陈总，
我决定去深圳发展。小张在办公室里说，那边有个更好的机会等着我。真的要走？陈志强有些不舍，公司正在上升期，你现在走多可惜。机会难得，我必须去试试。小张很坚决。听到这个消息，林海内心再次燃起了希望。这次他决定主动争取。陈总，有时间吗？我想和您聊聊。林海敲响了陈志强办公室的门。当然有时间，请坐。陈志强放下手中的文件。什么事？林海深吸了一口气。关于创意总监的职位，我希望您能考虑我。陈志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林海，你的能力我当然认可。15年了，你的贡献大家都看在眼里。那您的意思是？林海眼中闪过一丝希望。让我再想想，这个职位很重要，需要慎重考虑。陈志强的回答很模糊。我理解，您慢慢考虑。林海虽然有些失望，但还是选择相信陈志强。回到家后，林海把这件事告诉了王雅。老公，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王雅满怀期待。你在公司这么多年，资历和能力都够了，应该有希望。林海也觉得这次机会很大。陈总说会考虑。那我们的三亚之行是不是要推迟？王雅问道。推迟一下吧，这段时间我要好好表现。林海说，等升职了再补偿你。为了这次机会，林海比以往更加努力工作。他主动加班，推迟年假，甚至周末也来公司处理事务。林海，你这是何苦呢？同事小王看不下去了，身体重要啊。没事，年轻的时候就要多拼一点。林海虽然已经39岁了，但还是说自己年轻。3个月过去了，陈志强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林海开始有些焦虑，但还是耐心等待。直到那个周一的上午，陈志强召开了全员大会。各位同事，我要宣布一个重要决定。陈志强站在台前，公司决定从外部引进新的创意总监。林海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让我们欢迎从竞争对手公司加入我们的赵伟华先生。陈志强介绍着身边的年轻男子。赵先生有海外留学背景，年轻有为，相信能为公司带来新的活力。35岁的赵伟华走上台前，自信地说，大家好，我是赵伟华，很高兴加入这个优秀的团队，希望我们能够携手共进，创造更大的辉煌。台下响起了掌声，但林海的手却怎么也抬不起来。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15年的坚持和等待，在这一刻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笑话。会议结束后，同事们都散去了，只有林海还坐在原地。海哥，你没事吧？小王关切地问。没事，我再坐会儿。林海的声音很轻，几乎听不见。那天晚上，林海很晚才回家。王雅看到他的表情，就知道结果了。又没选上你？王雅直接问道。林海点了点头，没有说话。15年了，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王雅的声音里带着愤怒和无奈，他们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也许是我能力不够吧，林海苦笑着说。能力不够？王雅激动地站起来。公司那些大客户都是你维护的，那些重要项目都是你做的，你还说能力不够？林海沉默了。老公，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王雅坐到林海身边，语重心长地说，你的几个客户都说过愿意跟你单干，老王的投资公司也愿意支持你，为什么不试试呢？创业哪有那么容易？林海叹了口气，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又怎样？王雅握住林海的手，难道现在就成功了吗？15年了，你还是个普通员工。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林海。他知道王雅说的对，但是15年的职业惯性让他很难做出改变。接下来的几天，林海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老王又打来了电话，林海，我听说你们公司又换创意总监了。来了个年轻的。林海的语气很平淡。你还在等什么？老王有些急了。我的投资公司随时可以支持你，启动资金500万没问题。老王，让我再想想。林海还是很犹豫。想什么？老王提高了声音，你都快40岁了，还有几个15年可以等。这句话让林海陷入了深思。周末，林海和之前的同事小李见了面。
小李早就离开公司自己创业，现在做得很不错。海哥，你怎么还在那家公司？小李有些惊讶，以你的能力，早就应该出来单干了。习惯了，一时半会儿改不了。林海苦笑着说。海哥，说句心里话，当年那些客户都是冲着你来的。小李认真地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合作。我负责运营，你负责创意，绝对能做得很好。真的吗？林海有些心动。当然，小李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芒。华润的王总，味道江南的陈老板，他们都说过，只认你这个人。回到家后，林海和王雅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长谈。老公，我支持你的任何决定，王雅温柔地说，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再委屈自己了。如果我辞职创业，你会担心吗？林海问。当然会担心，但我更担心你继续这样下去。王雅看着林海的眼睛，一个人最怕的不是失败，而是没有机会。林海被这句话深深打动了。经过1周的考虑，林海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坐在电脑前，认真地写着辞职信。尊敬的陈总，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离开公司，寻求新的发展机会。15年来，感谢公司给我的平台和机会，感谢同事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会做好工作交接，确保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辞职敬礼。林海2024年5月10日。写完辞职信，林海长长地舒了一口气。15年的职场生涯即将结束，新的人生即将开始。他选择在周5下午提交辞职信，这样可以给公司和自己都留个缓冲时间。老公，想好了吗？王雅问道。想好了，林海坚定地说，是时候为自己活一次了。周5下午4点，林海敲响了陈志强办公室的门。陈总，有时间吗？当然，请进。陈志强放下手中的文件。林海将辞职信放在陈志强的桌上。卡点部分。林海刚走出办公室，陈志强的手机就响了。陈总，华润的王总说要取消和我们的合作。陈志强愣了一下，为什么？项目不是进行得很顺利吗？王总说，听说林海要离开公司，他们觉得没必要继续合作了。陈志强还没来得及反应，电话又响了。这次是恒大的项目，同样要取消。陈总，恒大那边也说要终止合作。接着是万科、绿城、华侨城。1个小时内，10个总价值超过8000万的大单全部取消。陈志强瘫坐在椅子上，手里还握着林海的辞职信，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陈志强猛地站起来，手里的辞职信掉在了地上。助理小刘战战兢兢地站在门口。陈总，味道江南的陈老板也打电话过来了，说要取消下个月的推广活动。让我静静！陈志强吼道。小刘吓得赶紧退出办公室。陈志强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额头上冷汗直冒。8000万的订单，这可是公司半年的营业额。他拿起电话，颤抖着手拨通了华润王总的号码。王总，我是陈志强，听说您要取消项目。陈总，不好意思。王总的声音很平静。林海既然要走，我们也没必要继续合作了。王总，项目还是原来的团队在做，质量不会受影响的。陈总，您别说了。王总直接打断了他。这些年来，我们华润认的是林海这个人，不是你们公司。他走了，我们的合作也就到此为止了。电话挂断了，陈志强的手还在颤抖。他又拨通了恒大项目负责人的电话。李总，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项目进展的不是很好吗？陈总，没有误会，对方的态度很坚决。林海要走，我们也不合作了。说实话，这些年我们看重的一直是林海的专业能力和人品，不是你们公司。李总，您再考虑考虑，我们可以降低价格。不是价格的问题，是信任的问题。对方说完就挂了电话。陈志强瘫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从来没有想过林海的离开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此时的林海正在楼下的咖啡厅里和妻子王雅通着电话。老公，怎么样？陈总什么反应？他很震惊。
问了很多问题，林海的语气很平静。不过我的决心已定，没什么好说的。那就好，早就应该这样做了。王雅的声音里带着欣慰。老王那边已经联系好了，下周就可以开始谈投资的事情。我知道了。林海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心情前所未有的轻松。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小李打来的。海哥，出大事了。小李的声音很急促。我刚听说华润、恒大他们都要取消和你们公司的合作。什么？林海一愣，你怎么知道的？王总刚才给我打电话了，问我能不能接华润的项目。小李兴奋地说，海哥，看来你的影响力比想象中还要大。林海没有说话，心情复杂。他没想到自己的离开会对公司造成这么大的冲击。海哥，这是好事啊。小李继续说，说明这些客户认的是你这个人，不是公司。你出来创业，他们肯定都会跟着你的。我再想想。林海挂了电话，陷入了沉思。楼上的陈志强此时已经慌了神。他让助理统计了一下，一共有10个大客户提出要终止合作，涉及金额超过8000万。陈总，现在怎么办？副总李明急匆匆地跑进办公室。财务部说，如果这些项目都取消，公司的现金流会出现严重问题。你问我，我问谁？陈志强烦躁地说，都是你们这些废物，平时不知道维护客户关系。陈总，这些客户我们也接触过，但是他们就认林海一个人。李明委屈地说，我们也没办法。陈志强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他一直以为客户是冲着公司的品牌来的，没想到竟然都是冲着林海来的。给我找林海！陈志强大声说道，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他留下来。助理小刘跑到楼下咖啡厅，气喘吁吁地找到了林海。林总，陈总请您上去一趟，说有重要事情商量。林海看了看时间，已经是傍晚6点了。他本来想直接回家的，但还是跟着小刘上了楼。陈志强的办公室里，除了陈志强，还有副总李明、财务总监张会计以及新来的创意总监赵伟华。林海，快坐快坐。陈志强的态度和刚才完全不同，热情的有些夸张。陈总，有什么事吗？林海平静地问。是这样的，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你的辞职申请还需要再考虑考虑。陈志强小心翼翼地说，你在公司这么多年，贡献这么大，不应该就这样离开。陈总，我的决心已定。林海的态度很坚决。林海，我们可以给你涨工资。李明连忙插话，现在月薪是2万，我们可以涨到3万，不，4万。林海摇了摇头，不是钱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陈志强着急地问。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都可以商量。我要的很简单，就是一个相应的职位和应有的认可。林海平静地说，但是15年了，我始终得不到。办公室里一片沉默。林海，要不这样，我们让你当副总经理。陈志强咬牙说道，负责整个创意部门。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林海站了起来。陈总，15年前您说过同样的话，那时候公司小，现在不一样了。确实不一样了。林海看着陈志强，那时候您需要我，现在您觉得不需要了。可是我也不需要这个位置了。林海，你别冲动。赵伟华第一次开口，创业的风险很大，不如在公司里稳定发展。林海看了他一眼，赵总，您入职不到1个月就已经是创意总监了，而我15年还是个普通员工，您觉得这公平吗？赵伟华哑口无言。林海，咱们再商量商量。陈志强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你开个价，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陈总，您现在的挽留和15年来的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林海的话很平静，但字字如刀。您知道为什么这些客户要取消合作吗？陈志强不说话，等着林海继续。因为这些年来，我用真心对待每一个客户，用专业服务每一个项目。他们信任的不是公司的牌子，而是我这个人。林海的语气开始有些激动，可是在公司里，我的价值从来没有得到认可。会议室里，几个人围坐在桌前，一个中年男人站着发言，其他人都低着头听着，气氛紧张而压抑。林海，
我承认以前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好。陈志强试图解释，不是不够好，是根本没有把我当回事。林海打断了他，每次有升职机会，您都会找各种理由把别人放在我前面，资历不够，经验不足，形象不佳，总有理由。那是因为什么？因为我太老实，因为我不会拍马屁，因为我只会埋头工作。林海的声音提高了，陈总，我为公司贡献了15年青春，换来的是什么？办公室里鸦雀无声，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一次又一次的等待。林海的眼中闪着泪光，我的妻子劝我跳槽，我的朋友劝我创业，但我都坚持留下来，因为我对这家公司有感情。陈志强低着头，不敢看林海的眼睛。可是今天我终于明白了，这种感情是单方面的。林海深吸了一口气，在您心里，我永远只是一个打工的，一个可以随意使唤的工具。林海，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您心里清楚。林海转身向门口走去。如果真的重视我，15年来为什么没有一次升职？如果真的需要我，为什么总是空降外人？走到门口，林海停下了脚步。陈总，您知道华润的王总为什么取消合作吗？林海回过头，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林海，我们合作这么多年，我信任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们公司。陈志强的脸色变得煞白。还有恒大的李总，他说林海的专业和人品是我们选择合作的唯一原因。林海继续说道，这些话他们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吧？陈志强点了点头，他确实没听过这些话，因为在他们眼里，您只是老板，而我是朋友。林海的话如重锤一般敲在陈志强心上，生意可以谈，但朋友是不能背叛的。说完这些话，林海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留在办公室里的几个人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陈志强瘫坐在椅子上，脑子里回想着刚才林海说的每一句话。老板，现在怎么办？财务总监张会计小心翼翼地问。还能怎么办？陈志强苦笑着说，人家说的对，我们把最重要的人给弄丢了。那这些项目凉拌。陈志强愤怒地拍了拍桌子，15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很聪明，以为公司的成功靠的是我的管理和决策，现在才知道我错的有多离谱。李明和赵伟华低着头不敢说话。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些客户都要跟林海走吗？陈志强看着他们，因为林海用15年时间建立了他们对他个人的信任。而我们呢？我们只会空谈理念，不会做实事。老板，林海确实很厉害，但公司也不能没有他就垮掉吧？赵伟华试图安慰。你懂什么？陈志强冷冷地看着他，你知道这些客户对公司意味着什么吗？华润一年给我们带来3000万营业额，恒大2000万，万科1500万，加起来超过8000万。赵伟华被这个数字震惊了。更要命的是，这些都是优质客户，利润率高，回款快。陈志强继续说道，失去他们，公司至少要倒退3年。财务总监张会计拿出计算器算了算，老板，如果这些项目都取消，我们这个季度就要亏损，年底可能还不上银行贷款。陈志强的脸色更加难看了。最关键的是，这些客户在行业里有很大影响力，李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一旦传播出去，其他客户也可能受影响。陈志强闭上了眼睛，他知道这次真的完了。办公室里，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着，桌上摆着计算器和一堆财务报表，每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就在这时，助理小刘又冲了进来。老板，不好了！绿城的项目负责人也打电话来了，说要重新考虑合作关系。陈志强一听，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还有呢？他有气无力地问。华侨城的张总也说，如果林海不在了，他们也要重新评估合作方案。小刘战战兢兢地说。完了，彻底完了！陈志强喃喃自语。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公司最大的投资人老张打来的。老陈，听说你们公司出事了。老张的语气很严肃。没什么大事，就是一个员工要辞职。陈志强试图轻描淡写。一个员工？老张冷笑。
我刚接到华润王总的电话，他说要取消所有合作。这还叫没什么大事？陈志强没有回答。老陈，当初我投资你们公司，看中的就是你们的客户资源。老张的话越来越严厉，现在客户都跑了，你让我怎么办？老张，给我点时间，我会想办法解决的。解决？怎么解决？老张提高了声音，我已经了解了。那个林海是你们公司的核心，所有重要客户都是他维护的。现在他要走，客户当然也要走。我会挽留他的。挽留？老张打断了他。老陈，你脑子是不是坏了？人家为你们公司干了15年，你给了他什么？一个普通员工的职位。陈志强哑口无言。我告诉你，如果这件事解决不了，我就撤资。老张愤怒地说，3000万投资，我1分钱都不会再投。电话挂断了，陈志强的手在颤抖。办公室里的其他人都听到了对话，气氛变得更加压抑。老板，要不我们再去找林海谈谈？李明小心翼翼地建议。谈什么？陈志强苦笑，人家说得很清楚了，已经对我们彻底失望了。那我们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公司倒闭？赵伟华着急地说。倒闭？陈志强看着他，你以为这是儿戏吗？公司有100多号员工，每个月的开支就是几百万，没有这些大客户，我们拿什么维持？就在这时，陈志强的老婆也打来了电话。老陈，听说公司出问题了，他的声音很担心。没什么大事，你别担心。陈志强不想让家人担心。什么叫没什么大事？我刚才接到好几个朋友的电话，都在问林海是不是要走，他的语气变得严厉。你到底做了什么？陈志强沉默了。老陈，林海这个人我见过，他是能干，人品也好。他继续说道，这些年公司能发展到今天，他的功劳很大吧？是的，陈志强不得不承认。那你为什么不给他应有的地位？他的话很直接，我记得5年前你就说过要提拔他，结果呢？陈志强回想起来，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老陈，做人要有良心。他语重心长地说，林海跟了你15年，你不能这样对他。挂了电话，陈志强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后悔。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回想着这15年来的点点滴滴。1999年，林海刚入职时那股子冲劲；2003年，清泉饮料项目的成功；2008年，张世华的失败和林海的默默承受；2014年，华润项目危机中林海的挺身而出。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有林海的身影，每一个重要成就都有林海的贡献。可是自己呢？自己给了林海什么？空洞的承诺，模糊的许诺，还有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我真是个混蛋，陈志强自言自语道。深夜的办公室里，一个中年男人独自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摆着一张辞职信，他双手抱头，神情痛苦。第二天一早，陈志强就接到了更多坏消息。老板，中海地产也说要暂停合作，碧桂园的项目也黄了，还有保利地产，他们说要重新招标。一个上午，又有5个客户提出要终止或暂停合作。陈志强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林海个人影响力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对这件事的反应。林海在行业里的声誉和人脉远比他想象的要深厚。中午时分，陈志强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是华润的王总打来的。陈总，我想和您谈谈。王总的语气很平静。王总，您请说。陈志强连忙回应。关于林海的事，我想给您提个建议。王总直入主题，这个人您一定要想办法留住。王总，我也想留住他，可是他已经决意要走。那是因为他对你们公司彻底失望了。王总的话很直接。陈总，说句不客气的话，林海在你们公司15年得到的待遇配得上他的贡献吗？陈志强哑口无言。我和林海合作快10年了，这个人的专业能力和人品在行业里是有口皆碑的。王总继续说道，可是在你们公司，他连个主管都不是，这说得过去吗？王总，您说的对，是我的问题。问题不在于您承认不承认，而在于您怎么解决。王总的语气变得严肃。
我告诉您，林海如果真的离开你们公司，不仅我们华润不会再合作，整个行业都会重新评估和你们的关系。这句话让陈志强冷汗直冒。为什么？他不解地问。因为林海代表的是专业和诚信，王总解释道，一个连自己优秀员工都留不住的公司，还有什么值得信任的？陈志强终于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不仅仅是失去一个员工，而是整个公司信誉的崩塌。王总，您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很简单，给林海应有的地位和待遇。王总的建议很直接，让他当副总经理，给他股份，让他真正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可是他已经递交辞职信了。那就看您的诚意了，王总说道。如果您真心挽留，我相信林海会考虑的。毕竟他在你们公司待了15年，也是有感情的。挂了电话，陈志强陷入了深思。他知道王总说的对，但是要让林海当副总经理，给他股份，这意味着要重新分配公司的权力结构。可是如果不这样做，公司可能真的会倒闭。陈志强拿起电话，拨通了林海的号码。陈总，有什么事吗？林海的声音很平静。林海，我们能见一面吗？我有些话想对你说。陈总，该说的昨天都说完了。林海，我知道这些年委屈你了。陈志强的语气很诚恳，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当面向你道歉。林海沉默了一会儿，好吧，但我的决定不会改变。我明白，我只想表达我的歉意。2个小时后，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里，陈志强见到了林海。与昨天相比，林海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脸上也有了笑容。林海，谢谢你愿意见我。陈志强主动伸出手，林海和他握了握手，然后坐了下来。陈总，有什么话请说吧。林海，我想向你道歉。陈志强的语气很真诚，这15年来是我对不起你。林海没有说话，等着他继续。我一直以为公司的成功主要靠的是我的管理和决策。陈志强苦笑着说，直到昨天那些客户都要取消合作，我才意识到真正的核心是你。陈总，您严重了。不是严重，是事实。陈志强摇了摇头。华润的王总跟我说，林海代表的是专业和诚信。他说的对，这些年来，你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为公司建立了最宝贵的资产——客户信任。林海听着，心情有些复杂。而我呢？我却把这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陈志强的眼中有了泪光。我以为你会一直留在公司，我以为你永远不会离开。所以我把升职的机会给了其他人，把你最想要的认可给了外来者。陈总，林海，我错了。陈志强的声音有些哽咽，我错得很离谱。15年了，我居然没有意识到你的价值。不，我意识到了，但我没有给你应有的回报。咖啡厅里很安静，只有轻柔的背景音乐在播放。陈总，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林海平静地说，我们都要向前看。林海，我想请你回来。陈志强直视着林海的眼睛，我愿意给你副总经理的职位，还有公司10%的股份。林海愣了一下，这个条件确实超出了他的预期。陈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林海摇了摇头，但是我的决定不会改变。为什么？陈志强急切地问，是条件不够好吗？股份可以再谈，职位也可以调整。不是条件的问题。林海叹了口气，是时机的问题。什么意思？陈总，您想过没有，为什么您现在愿意给我这些条件？林海看着陈志强，是因为突然发现了我的价值吗？还是因为客户都要走了，公司面临危机了？陈志强哑口无言。如果是前者，为什么要等到15年后？如果是后者，那这种挽留就没有意义了。林海的话很平静，但很有力。陈总，真正的重视应该是平时的认可，不是危机时的挽留。陈志强深深地低下了头。而且，我现在已经不需要您的认可了。林海继续说道，这些年来，客户们已经给了我最大的认可，他们愿意跟着我走，这就是对我价值的最好证明。咖啡厅里，2个中年男人面对面坐着，一个低着头，一个平静地看着窗外，桌上放着2杯咖啡，气氛沉重。林海，那公司怎么办？
陈志强抬起头，眼中满是绝望。100多个员工怎么办？陈总，这个问题您应该早点考虑。林海的语气依然平静。一个公司的成功不应该依赖于某一个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说明管理出了问题。你说的对，是我管理有问题。陈志强承认了，但是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公司真的要倒闭了？不会倒闭的。林海摇了摇头。您还有其他业务，还有其他客户，只要踏踏实实做事，诚诚恳恳待人，还是能做下去的。可是没有那些大客户。陈总，您忘了公司是怎么起步的吗？林海提醒道。1999年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大客户，不也一步步做起来了吗？陈志强回想起创业初期的艰难岁月，那时候3个人挤在城中村的小房子里，每天吃泡面，但每个人都充满干劲。那时候不一样，我们年轻有激情。现在也不晚。林海站了起来。陈总，人生永远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关键是要从错误中学到东西。林海，我真的很后悔。陈志强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如果时间能倒流，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你。陈总，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想了。林海拍了拍陈志强的肩膀。人要向前看，要为未来而努力。那你呢？你打算做什么？我准备自己创业。林海的眼中闪着光芒。15年的积累，是时候为自己拼一次了。客户会跟你走吗？应该会有一些。林海点了点头。不过我不会全部带走，我会给公司留下一些机会。什么意思？我会和那些客户说明情况，建议他们继续和公司合作一些小项目。林海解释道，毕竟公司还有那么多员工要生活。陈志强听了这话，心中更加愧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林海还在为公司考虑。林海，你真是个好人。不是好人，是念旧情。林海笑了笑，15年的感情不是说断就能断的。两人又聊了一会儿，最终林海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回到公司后，陈志强召集了所有中层管理人员开会。各位，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决定。陈志强站在会议室的前面。从今天开始，公司要进行全面的改革。什么改革？李明问道。首先，所有的项目要重新梳理，客户关系要重新建立。陈志强的语气很坚定。其次，公司的管理理念要彻底改变。具体怎么改？以前我们过分依赖个别员工，这是不健康的。陈志强说道。从现在开始，每个项目都要有团队负责，每个客户都要有多人接触。那现在这些要走的客户怎么办？财务总监问道。该走的就让他们走，不强求。陈志强的态度很坦然。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没有任何人，公司都能做下去。可是这样的话，公司的营业额会大幅下降。下降就下降，从头再来。陈志强拍了拍桌子。15年前我能白手起家，现在也能重新开始。会议室里的人都被陈志强的决心震惊了。但是有一点我要说清楚。陈志强的语气变得严肃。以后公司绝对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每个员工的贡献都会得到应有的认可，每个人的发展都会得到应有的支持。老板，您这是？我这是在为之前的错误买单。陈志强苦笑着说。林海用15年时间给我上了一课，这一课的学费就是那些客户。会议结束后，陈志强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他拿起手机给林海发了一条短信。林海，谢谢你这15年来的贡献。虽然我没能给你应有的回报，但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祝你创业成功，祝你前程似锦。很快，林海回了短信。陈总，谢谢您的祝福，也祝您和公司能够重新起步，越来越好。看到这条短信，陈志强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夕阳西下的办公室里，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椅子上看着手机，窗外是忙碌的城市街景，办公桌上摆着一些文件和一杯已经凉了的咖啡。3个月后，林海的新公司海创广告正式成立，华润、恒大、万科等客户果然都与他签署了合作协议。同时，应林海的建议，这些客户也给陈志强的公司留下了一些小项目。陈志强的公司虽然规模缩小了，但在他的努力下，逐渐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他开始更加重视员工的培养和发展，建立了更加公平的晋升机制。半年后，在一次行业聚会上，陈志强和林海再次相遇。海总，恭喜你啊，听说公司发展得很好。陈志强主动过来打招呼。陈总，您的公司不也在恢复吗？林海笑着回应。比不了你的发展速度，陈志强感慨地说，不过我很满足，至少现在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这就够了。林海点了点头，做人做事踏实最重要。是啊，这是你教给我的道理。陈志强举起酒杯，虽然学费有点贵，但这一刻我学会了。两人碰了杯，相视而笑。过往的恩怨已经消散，留下的只有对未来的憧憬。林海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陈志强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学会了如何真正经营一家公司。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职位的高低，而在于能力的体现。真正的成功不在于别人的认可，而在于自己的坚持。有时候，离开也是一种成长，失去也是一种获得。重要的是，永远不要低估那些默默付出的人，因为他们往往是最珍贵的财富。当企业失去了这样的人才，才会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千金易得，一将难求。而对于像林海这样的人来说，真正的成功不是等来的，而是争取来的。15年的积累，一朝的爆发，这就是职场中最真实的写照。故事的结局告诉我们，是金子总会发光，是人才总会被发现。关键是要有勇气为自己的价值而战，有决心为自己的未来负责。林海做到了，你呢？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倾听，希望我的故事能给您们带来启发和思考。我是钱多多，每天分享不一样的故事，期待您的关注。祝您阖家幸福，万事